好，先让你们好好的宣传，等一下我们再来聊后续的事情。好的，好，我们这部剧叫做《近距离爱上你》，然后是一部非常浪漫可爱的喜剧。虽然是喜剧呢，里面还是有一些亲情、爱情、友情出发，会让人感同身受、流眼泪的故事。我要补充吗？是不是？播出的平台在赖 TV， 然后每周日晚上9点，然后连播2集哦。OK， 你们那时候拍这部戏花了多长的时间？大概1个半月。然后在1个半月之前，因为听说你们之前就已经认识了，对对，所以就已经对彼此算是很了解。没有到很了解，我们就是可能会朋友们一起聚会的时候会一起出现，但是就是彼此知道，所以那时候试镜的时候，我知道是立安，就是其实心里有一个安全的感觉，因为我们平常就会刚认识的时候，我们就会一直聊表演的事情，然后没想到这次有机会合作一起演出了。所以你们私底下最常一起出现的场合大概是哪里？大概是朋友的生日，或者是去露营聚会。对，露营露营，对。你们2个去露营？对，那时候是5、6个人啊，5、6个人，对不是。然后这是你们私底下的互动，就是还没拍戏的时候拍的。那拍完之后嘞，就没有私底下互动，因为台面上见到的层面已经太。拍完之后，因为其实离宣传期蛮近的，对。但中间的空档，我们有找一起就几个人一起去花莲玩，对。就是等于是也算是让这些感情变得更好。对。一开始就知道自己原本的角色吗？还是你们原本想要去尝试另外一个人的角色？有这样想过吗？我自己本身其实我有先去试傅永杰，就弟弟的那个角色。然后后来发现太高，也没有，因为可能找不到哥哥了。对，没有人在找不到那个比我高哥哥了。对，没有啦，因为到最后是因为要看那个 CP 感的搭配，然后到最后导演看我聊下天，就觉得我觉得蛮适合藤木人，我就现在就变成藤木人。然后也算是，对你现在私底下生活是不是也蛮像藤木人的感觉？就是没有这么浮华啦，没有这么浮夸，没有这么富贵，没有这么富贵，因为藤木人住的地方都蛮高级，蛮舒服的。OK， 所以你们2个本来就是住台北吗？还是租房子？我是住台北，对，我也是住。你们2个原本就住台北，对啊，对。所以你们2个的生活圈算是也是因为这样才有重叠到吗？还是因为是原本是学长学弟的？不是，是因为就是我们在东区有一群朋友，然后里面有一些演员。你是有在混是不是？你在东区有在混东区，很多朋友认识，所以也是朋友的朋友先认识的这样。对，然后就是这样就是介绍，然后我们就聚在一起这样。那善存呢？你原本就是这个角色吗？我其实是最后一个加入这个团队的，因为我听他们说，小叶、永杰跟木人他们其实蛮早就定了，他们甚至已经读过本了，只是历程这个角色一直没有找到人。对，未定案。然后他就连续试了好几个历程。对，前后亲了大概6、7个男生吧。就是为了要演这个角色，因为所以你那时候应该也很不确定吧？就是说我的对手到底会是谁？然后每一个人来就是他吗？是他吗？然后看到他的时候，比较安心来了。对，但是自己嘞，看到一开始都定好之后，最后进去会压力很大吗？没有我完全没有带着，应该说我只带着对于那时候刚开始拍，我对于喜剧角色我还不确定自己会把它演成什么样子。对于这个会有一点兴奋，一点害怕，这个感觉。可是，一见到他们3个人，其实真的很像角色的样子一样，所以你会马上融入进去。那我剩下要解决的，其实就是我自己要赶快的找到历程的方式。对，因为我们之前私底下的时候，我有说善存有变得比较活泼，比较开朗。真的，是不是？因为你之前不是这样的人啊，你不讲话真的，我有到不讲话吗？因为他有来上过我的节目了。对。你知道我上次访他，我压力有多大？我想说死定了，涂善存他话很少，我这一集一定要花很多的心思。就后来发现聊戏剧的东西，我觉得都还是可以，但聊生活，你觉得还是有一个有一个隔阂的感觉。可是这一次私底下看到你觉得活泼起来，活泼很多哎。对，你会不会最后下一次一个人来的时候又给我变得很安静？我是觉得你是一个怕生的人吗？我其实是蛮快熟的，蛮快熟，因为我需要的是对方可能要比我主动。
然后他就可以打开我的开关。可是我演完历程之后，确实历程它有很大的那个顽皮的东西，已经就可能进入到我的血液里面了， OK 一直不愿意走。所以是有一点点被影响到了嘛，有就是连带的角色有影响到自己原本的生活。对，因为其实你们原本说私底下个性跟角色，你们两个是互换过来的。他很像历程啊，对啊，他的活泼很像。所以你们你有截取到他一些优点，然后放在你的角色上。有。那你也有截取他的吗？就是眉头锁很紧这件事。有，就是很安静，然后很文静的部分，就要比较稳。所以他在跟剧组里面，然后要创造这个萧立成这个角色的时候，他会跟工作人员在探讨，然后在玩嘛，然后即兴创作。但是我内心其实很想跟他们玩在一起，但是我也不行，我又要是藤木人，然后高冷这样。他每天顽皮的扣打大概是开拍前的书画2个小时，就这样。他只有那2个小时会很嗨，后面就拍完又很累了嘛，对对不对？讲到这部剧，你们之前在一开始的时候是不是也会一起看播出？我们第1集的时候是有一起看，对，然后你看到沉潜了这么久，你第一次看到自己的作品，那个心里的感觉是什么？其实我当下看到的是，哇，这个人，就电视上这个人怎么可以游成这样？你干嘛？有说我说的啊？对啊，他有什么游成这样啊？我不可思议耶，因为但是那个心里的感动应该是很开心的，对，因为真的是以前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用这样的形态演出，然后用这样的形象出现，就你没想到哦，有一天你能够在荧幕上面看到自己演出，然后演的这么的，因为你拍完了嘛，你知道这个过程你是很享受的。然后那这个享受的成果展现在荧幕上面，你是很满意的。我觉得那个心里是很踏实。很踏实。那你呢？你第一次看到，因为这是我第一次主演嘛，所以对我来说，我可以在自己的荧幕，然后这么多戏份在我自己在这么多戏份在这部戏上面，我觉得我真的很开心就是会觉得说，哇，就是我一直在等这个机会终于到来了，我觉得就是很想要，就是很开心啊，很想分享给大家说，我终于把这件事情完成。对。你们有觉得有影响到你们原本的生活吗？还是你们原本就有预设到说，如果我之后有可能就是要过这样的生活，就是因为很多人会一直跟你们关注你们这样。我是其实，因为我很喜欢，因为其实我一直以来从刚出道的时候，我就不习惯把粉丝当作粉丝看，我还是觉得一定要有一点连结，我的存在才比较有价值，比较像朋友，对，比较像朋友，或者是说，那你朋友也太多了吧？你这样还要记得他们的生日，很累。应该说是要有一点交流，所以我喜欢的方式是在现实动态跟他们有一些比较互动、文章的互动的方式。其实我跟战锤也是一样，一开始我很不习惯，是原本想说哦，有一个人喜欢我，就觉得有看见我，我就想说哦，就是粉丝，就是不要让人家觉得你有距离感，所以我还是喜欢用比较热情的方式去面对粉丝。不是因为跟你一定有距离，连我跟你都有距离了。你那天我反而他长那么高，他拥抱就这样跨过我，我的天哪！应该史上第一头。不是因为我觉得身高是原罪，就是对啦，就是给人家的外形就会给人家有一点距离，但这也是也助于我。那你的粉丝就没有这种感觉？因为我其实只要粉丝在很多时候我们宣传的时候，他们有时候会在楼下等我们，那其实我都会选择第一个时间去关心他们，说，会不会累啊，辛不辛苦啊，然后，你今天来开不开心，从哪里来，就是反而是去关心他们。对，我不想要让人家觉得这个艺人是很有距离的，我希望是有一点 close 的感觉。其实当演艺人员，其实都会有一定的这些压力，所以你们自己私底下如果遇到这些压力，你们大概都会怎么抒压？我应该都算是就是接触大自然，然后去看，就是一直去山上啊，然后如果是增进自己的部分，就是要时时的告诉自己说要再更努力，活出自己的价值，不要放弃，坚持下去。那善存呢？从去年前年开始，我学到的方式是我把生活的重心拉到自己身上，就是我真的开始去生活，这些东西就会变成我后来表演的养分。那当我如果没有生活的时候，我就反而是我一直都专在对于表演这件事情，对于工作这件事情的话，那其实真的有工作来的时候，我只会在纠结于好不好，
而没有更丰富的延伸性。对，就反而没有在专注于当下，因为其实表演这件事情就是来自于生活嘛，所以就是要时时刻刻的去观察身边的人事物，就会变成自己的养分。这次4个男生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自己的特色，自己的帅。但你们有觉得看到这些就是演对手戏的对方们，就是也都颜值非常高，有一点压力吗？完全没有，不会啊，因为我们是一起的。不是，我们整个剧组都公认他是史上最美的人。对，你私底下是很对于保养是很有研究的。我就是化妆水、乳液，然后精华液这样，就这样而已。就这样而已。那脖子有擦什么？脖子还好什么的，没有，因为你没有颈纹。我刚在看你没有颈纹，没有吗？所以你没有在特别，没有，就是脸的部分。对，我就擦脸。那善存呢？我自从知道我的对手是立安之后，我再也不用保养了。为什么？为什么？因为我再也我就知道我的责任不是属于要好看的这个戏路对我又走油了，就慢慢的就开始。不是因为其实我觉得大家会对于你们很多私底下的生活啊，很多喜欢的东西、用的东西，大家一定都会很有兴趣。对啊，所以你们保养这个，你还是多少其实对啊，还是有啦，还是有。那除了保养之外，穿搭这些事情嘞，因为你不是因为那一天我们私底下录影，然后我那天工作也带了一个珍珠项链，他们说那个我们这边有一个陈珍珠的，然后后来我就发现说，他们就说因为你每一个工作上面都会戴珍珠项链。最好笑的是我有一次上陈哥的节目，然后我就突然被叫陈珍珠。就是你本人，对。自从那时候，因为没有啦，因为我会看服装的搭配来搭配。所以你是喜欢时尚这一块的嘛，对不对？就是对于衣服这些搭配是有兴趣，对，就比较要求一点啊。所以你有一些什么穿搭的技巧可以分享给观众吗？我觉得服装的话，就是不要太多颜色在自己身上，然后至少选两个颜色就好，紧绷。然后如果觉得太单调的话，你可以就加一些首饰。是。然后你家里总共有几条珍珠项链？大概长的短的2条啦。是啊，还跟他算半天，大概可以注意看我戴来去都是那2条，就那2条。对。所以那你们有在使用配件吗？就珍珠项链这个系列的，我是还是就让给他了？你说在戏里吗？就自从就是在戏外啊，穿搭什么？你去健身房也戴珍珠项链？当然没有啊，那太夸张了吧？骑脚踏车？不。其实我是戴戒指啦，因为历程其实那个时候他们，从服装上面造型师就设定历程是一个比较外放狂野的人，所以其实我身上的饰品超级多，我有3个戒指，一个手表、项链，然后耳环。然后所以稍微浮夸一些。对，然后后来杀青之后因为要做宣传嘛，然后经纪人 Vicky 姐因为就是想让我保持着历程的感觉，所以她就送我一个戒指，然后让我一直戴着。我们今天还是有准备了一个小游戏来跟你们玩。好，来，那眼睛先闭起来。我现在拿第一样东西，你们要猜出来哦。好，闭起来了哈。好，等一下哦，这边靠近。好，你们自己去感受一下。鸡蛋吗？不是，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掉了。我的脸碰不到了。不要发出奇怪的声音。可以开始猜哦。有点，但是它不是蛋啊。它不是蛋。给你们一个提示：洗澡，小孩喜欢的东西。鸭，黄色对。哦，恭喜你答对，好，放掉。好，眼睛闭起来哦，下一个哦，来喽，1、2、3，等一下夹紧哦。好冰哦，这个是什么？那个定情液？不是，这是什么？提醒。香蕉。对，好厉害哦。啊，再来，最后一个喽。好。B，不是。喝饮料会用到的吸管。对。哦。时间到，刚好刚好吗？怎么样？觉得很难吗？还好，可以。那再一次，眼睛闭起来。还有啊，快点，眼睛闭起来一下。好了，开玩笑，我刚刚拿我的鞋子给你们夹。好，那最后帮我们稍微再宣传一下这部戏。好，
History 是近距离爱上你呢，是一部非常浪漫可爱的喜剧。过程当中有很多亲情、友情、爱情的部分，会让人感到开心和难过，会让你掉眼泪。如果你的生活有时候觉得难过、无助的时候，你可以看一下，一定会让你很开心的。所以每周日晚上9点在 Line TV 联播2集哦。